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好像越来越快了？点一下手机，外卖，可能半小时就送到了；再点一下网约车，几分钟就在楼下了。这种即时满足，感觉都成习惯了。但你有没有稍微停下来想一想，这种方便，这种唾手可得的便利，它真的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免费福利吗？它背后是不是藏着些我们平时不太琢磨的东西？今天呢，我们就想跟你一块儿好好看看你手上的这几份关于平台经济的深度分析材料。这些材料提了个观点，说实话挺有冲击力的。他们说我们享受的这种即时满足可能不是白来的，甚至它可能是建立在一种新的社会分层机制上面。这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对吧？技术带来的方便怎么会跟社会分层扯上关系呢？所以今天咱们的任务就是深入挖一挖这些材料，仔细开讲他们揭示的一种叫做时间套利的核心逻辑，看看平台经济到底是怎么玩的，这个时间套利又是怎么改变了我们跟时间的关系。而且材料里还冒出来像时间领主和时间佃农这样的词儿，一听就感觉这是现代版的什么等级制度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得好好捋一捋。对，你说的这些材料，他们的核心观点确实是相当尖锐，可以说是有点颠覆我们对日常便利的看法了。他们都指向一个核心的判断，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有点离不开的这种即时满足的服务，它的基础不是凭空来的，而是建立在一种叫做时间套利的机制上。这个时间套利，它具体是个啥意思呢？按照这些材料的说法，简单讲，它就是一种经济模式。平台，你想想外卖平台、打车平台，他们像个中介，用很低的价格买或者说拿到一部分人的时间。这部分人材料里叫他们时间佃农。这些时间有啥特点呢？一般都是零零碎碎的、不稳定的，也没啥保障。所以呢，在市场上，这些时间的价值就被严重低估了，贬值了。平台拿到这些时间资源以后，它不是直接转手卖掉，它是用很厉害的算法技术对这些时间进行精密的加工和打包，把它们变成标准化的、可预测的、对消费者很有吸引力的便利服务。比如说30分钟一定送到的外卖，或者5分钟车就到的网约车。最后一步呢，平台再把这些加工好的时间产品用相对高的价格卖给另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就是来源里说的时间领主。他们一般愿意多花点钱买方便，用来规避或者说外包掉生活中那些麻烦事儿、费精力的摩擦，比如排队自己做饭或者堵车什么的。本质上就是利用时间价值的差异来赚钱。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材料为了让我们好理解，还挺大胆的把平台比作一个时间中央银行。你想，中央银行干嘛的？收存款、放贷款、调控货币。这个时间中央银行呢，干的事儿也差不多，只不过交易的货币变成了时间。它从时间佃农那儿吸收大量的零碎时间当做储蓄，通过算法这个精算系统来管理和加工，然后再以即时便利的形式放贷给时间领主，从里面赚利差。所以来源材料特别强调，这可不光是个比喻，它是一个分析框架，帮我们理解平台运作的核心逻辑。时间，我们每个人最基本、最宝贵的生命时间，是怎么在这个系统里一步一步被量化、被分割、被商品化，甚至被金融化的。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要深入聊的核心问题。时间中央银行，哇，这个比喻是真挺形象，一下子就把这事的严肃性点出来了。听起来这种时间套利跟我们以前理解的，比如工业时代那种资本vận运方式好像很不一样。来源材料说这是一种演变，甚至是一种激化，感觉控制的范围更广了。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理解这个差别是抓住时间套利这个概念的关键。对，来源材料，特别是来源1和2，都特别强调平台资本主义搞的这个时间套利，它代表了资本逻辑的一种关键的演变和深化。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就像马克思分析的那样，它的剥削主要发生在特定的地方，像工厂、车间里。资本家赚钱主要是靠2种办法，要么让你工作更长时间，
这叫绝对剩余价值；要么提高单位时间的效率，比如搞流水线、泰勒制，榨取相对剩余价值。但不管怎么说，它的核心战场是围绕着怎么控制劳动力在合同规定的工作时间里干活。这一点来源一说得很清楚。就是控制上班那一段时间。对，那平台资本主义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来源说啊，它其实没发明新的剥削方式，而是把工业资本那套逻辑搞得更厉害了，叫机化，而且范围也扩大了，叫泛化，把原来在工厂里的那一套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时空里。它的目标不再仅仅是榨取你合同上写的8小时或者10小时的劳动时间，而是直接盯上了更根本的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拥有的完整的生命时间本身。生命时间，这听起来就更……对，就是说，平台搞的这个系统，它不是简单的买你一天里固定的几个小时的劳动力，相反，它创造了一种机制，让你所有能用的零碎的空闲时间，不管你是2份兼职中间歇着，还是下班后周末，甚至是本来该休息的时间，都变成了平台可以随时按需要调用，并且能换成钱的潜在资产。你通过 App 接单卖出去的不仅仅是特定时间段里能恢复的劳动力，而是你生命中那些被切成小碎片的不可逆转的时间本身。这确实是个非常深刻的转变。来源一就把它总结成一种从支配劳动到支配生命的转变。资本的控制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地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从支配劳动到支配生命，这说法确实让人感觉有点发毛。那具体来说，时间套利这个差价，它是怎么产生的呢？你刚才说平台低价买入时间佃农的时间，高价卖出给时间领主，这个低价和高价体现在哪儿呢？来源里说的更细致吗？问得好，价格机制是理解套利的关键。来源，特别是来源4和6，对这个说得很清楚。他们指出平台赚钱的核心就在于它成功的创造并且利用了一种很明显的时间价差。这个价差怎么来的呢？先看低价买入这边，平台为什么能用特别低的价格拿到时间佃农的生命时间？主要是因为这些时间本身有几个特点被平台利用了。第一，这些时间很碎片化，不是连续的8小时，而是今天接2单，明天跑3趟，中间还夹着好多不确定的等待时间。第二，不稳定，收入波动特别大，也没啥基本的社保福利。第三，被贬值了，因为前面说的这些原因，再加上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这些时间的议价能力就很低。平台就是利用的时间这些特点，才能用远低于维持像样生活的成本，大规模的吸收这些时间资源。听起来就是趁着这些时间不值钱的时候收进来。对，然后再看高价卖出那边，平台把这些低价收来的本来乱七八糟的时间碎片，通过它的核心技术算法进行高效的加工和打包。算法就像个精密的调度中心和质检系统，它能预测需求，匹配供需，规划路线，控制服务过程，最后把这些时间资源变成标准化的、质量可靠的、对消费者特别有吸引力的即时便利产品。比如外卖平台承诺准时达，超市还赔钱；打车平台提供一键叫车，预计到达时间等等。这些产品就满足了时间领主们对效率、方便、确定性的需要。所以我们愿意多花钱买这个确定性。是的，因此平台就能给这些时间产品定一个相对高的价钱。这个价钱体现在我们付的总费用里，还有平台抽走的很高的佣金或者服务费。时间领主愿意付这个溢价，是因为他们买的不光是一顿饭或者一次车程，更是借这个规避了生活中各种让人不爽的摩擦，比如自己做饭麻烦，排队等得烦，高峰期挤公交地铁难受。他们实际上是在用钱买省下来的时间和顺畅的体验。这么一说，这个价差就出来了。对，一边是付给时间佃农的，跟他们付出的真实时间和劳动比起来被严重低估的报酬；另一边是时间领主为了享受便利付出的包含了很高的便利溢价的总费用。平台呢就稳稳地坐在中间，收这个巨大的差额。再往深了说，来源一把这种赚钱模式的本质很精准的叫做一种典型的数字寻租，这个概念挺重要的。它意思是说，平台的核心利润来源
不是像传统工厂那样靠技术创新或者优化生产流程来提高效率，也不是因为它直接创造了什么新的实体东西或者核心服务。相反，它的利润主要来自它对关键的数字基础设施，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手机里装的那些 App 的垄断或者准垄断的控制。这个 App 就像一个数字化的收费站或者中介市场，平台利用它的控制地位，把时间佃农和时间领主这两个群体有效地连起来，强制性地从他们之间每一笔时间交易里抽走高额的租金。这个租金表现为佣金、服务费、抽成等等。利润的核心就是平台利用信息优势和市场控制力，从这两拨人中间榨取了价值差。原来是这样，数字寻租这个词儿点得很透，这让我想起来来源里反复强调那个独立承包商的身份问题。我开始以为这主要是平台为了逃避给员工交社保、提供福利的一种办法。但听你这么一说，感觉它的作用好像不止这些。它是不是跟这个时间套利模型本身有更深层的结构性关系？你完全抓到重点了。来源，特别是来源12说得非常清楚，把劳动者定义成独立承包商，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了砍掉表面上的劳工成本，比如省掉五险一金这么简单。实际上，这种法律身份的界定是整个时间套利模型能够低成本、高效率运转的一个结构性的前提。结构性前提怎么讲？你可以这么想，时间套利模型的核心是需要一个极其庞大而且非常有弹性的时间储蓄池。这个池子里的时间，也就是劳动者的可用时间，必须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的波峰波谷，比如吃饭高峰、坏天气、节日假，被平台随时叫来用，又能在需求少的时候被快速遣散，而且平台还不用付他们待命的钱。如果平台跟这些人是传统的雇佣关系，那会怎么样？平台得给他们提供固定的工作时间、最低工资保障、加班费、病假、带薪假、各种保险福利等等。维持这么一个庞大又需要灵活调度的时间储蓄池，成本会高得吓人，而且会大大限制平台的灵活性和赚钱空间。确实，那样平台就没法这么灵活了。对。所以，通过把劳动者巧妙地归类成法律上自负盈亏的独立承包商，平台一下子就把几乎所有的运营成本和风险都成功的外部化，转嫁给了劳动者个人。这些成本包括什么呢？比如，外卖骑手得自己买电动车、维护、付油费、电费、承担保险；网约车司机呢，得自己承担买车的钱、车子的折旧、保险、油费、维修保养费等等。更关键的是，这种身份还意味着一个特别重要的成本——停工时间或者叫待命时间的成本，也完全由劳动者自己承担了。就是没单的时候干等着也没钱拿。没错，就是说，当没有订单的时候，骑手或者司机在那儿空等，这段时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但他们的时间还在流逝，车子还在折旧。在传统雇佣关系下，这部分时间通常是要给基本工资的，而独立承包商这个身份，就让平台完美的躲开了这笔巨大的隐性成本。所以，来源12总结说，这种看起来只是个法律术语的身份界定，实际上是平台能够以被人为压低的极低成本，大规模收购和储备劳动者生命时间的关键机制。它给平台最大化时间套利的空间提供了结构性的保障。没有这个前提，整个商业模式可能都玩不转。我明白了，这个独立承包商的身份设计，简直就是时间套利模型能跑起来的基础。那支撑这么大一个体系运转的，肯定离不开数据吧？感觉数据像是这个时间中央银行发行和流通的货币。来源里是怎么说数据的作用的？基础货币和信用体系，你这个比喻特别贴切。数据确实是整个时间套利体系运转的血液和神经系统。来源材料，特别是来源8和15，都强调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它收集、处理和利用海量数据的能力上。这些数据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但主要服务于2个核心功能，支撑着时间中央银行的运作。
第一个核心功能是用消费者数据来预测和塑造需求。平台通过一直追踪和分析你的每一次点击、浏览、搜索、历史订单、实时位置，甚至你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等等，能够建立起特别精准的用户画像。基于这些画像和大数据模型，平台就能相当准地预测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可能会出现对某种即时服务的需求，比如午饭外卖、下班打车。这种预测能力让平台能够提前进行资源的预部署，比如说在午餐高峰前，通过算法奖励，引导更多的骑手去写字楼密集的区域等着。这就像是时间中央银行在搞公开市场操作，调控时间供给，确保时间领主的需求能被及时满足，维持系统顺畅跑起来。用我们的数据来预测我们下一步想干嘛。对，第二个核心功能是用劳动者数据在管理和控制供给，这一点可能更关键。平台对时间佃农的监控是全方位、无时无刻的。它不光追踪你的实时位置、移动速度、路线，还会记下你的接单率、转时率、完成任务时间、顾客评分、online 时长，甚至你对各种奖励措施的反应模式等等。这些海量的数据被用来给每个劳动者建立详细的动态更新的数字档案。这个档案有什么用呢？它让平台能够对这个庞大、松散、分布很广的时间资产池进行前所未有的精细化的高效管理。平台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来决定给谁派单、派什么样的单、用什么价格派单，甚至决定谁该被奖励、谁该被惩罚，比如减少派单或者封号。等于是给每个干活的人都建了数字档案，然后区别对待。没错，这种数据能力的极端集中必然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信息不对称。平台几乎掌握着关于市场供需、定价规则、算法逻辑，甚至每个劳动者的表现、收入预期和行为模式的所有信息。相比之下呢，不管是作为消费者的时间领主，还是作为劳动者的时间佃农，都像是被蒙着眼睛在玩这个游戏。我们不知道外卖定价具体怎么算的，不知道平台抽成比例到底多少，劳动者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接不到单，或者为什么别人的单价更高。这种巨大的信息鸿沟进一步巩固了平台作为时间中央银行的绝对控制力，让它能不受挑战地制定和修改游戏规则，并且从里面拿到最大的利润份额。数据在这里就成了权力的核心来源。如果说数据是燃料和货币，那驱动这一切运转的引擎肯定就是算法了。来源材料把算法管理比作数字泰勒制或者泰勒制 2.0， 听起来这控制力比以前工厂里那种管理要厉害得多。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又有哪些地方超越了传统管理呢？数字泰勒制或者泰勒制 2.0 这个比喻非常准，它抓住了算法管理的核心特征。是的，来源普遍认为，算法管理可以看作是传统泰勒制科学管理思想在数字时代的超级进化版。我们想想泰勒制的核心是什么？就是通过对劳动过程进行精确的时间和动作研究，把复杂的靠工人经验的技能分解成一系列标准化的、能计量的、最优化的简单任务员，然后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计件工资来监督和激励工人，消除磨洋工，最大化提高生产效率。比如福特汽车的流水线就是个典型例子。就是把人当机器的一部分来管理。对，算法管理继承了泰勒制追求效率和控制的核心目标，但它在3个关键的维度上实现了对传统泰勒制的可以说是指数级的超越。第一是规模 scale， 传统的泰勒制主要用在工厂里，管的工人数量相对有限，而算法管理可以同时对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地理上高度分散、互相没啥联系的个体劳动者，比如全程的骑手和司机，进行实施精密的管理和调度。这种控管的规模和范围是以前没有过的，可以说是实现了全球范围的对非雇佣劳动力的细刻力度的规模化控制。几百万人都能同时管，这确实厉害。第二是不透明性。在传统工厂，规章制度、生产指标通常是写明白贴出来的，管理者也是看得见的人。工人就算不满意，至少知道规则是啥，谁定的。但是算法管理的规则却常常被包在一个神秘的算法黑箱里。
劳动者通常不知道自己为啥接到这个单儿，为啥是这个价钱，为啥评分稍微降一点就会影响收入。算法决策背后的逻辑对他们来说是完全不透明的，甚至平台自己有时候也未必能完全说清楚复杂算法的每一个决策依据。这种不透明性让算法的权利变得更加难以被理解、被质疑，甚至被反抗。就像来源里说的，老板的命令被巧妙地藏在了看起来客观、中立，但其实很难捉摸的控制机制后面，权力关系变得更隐蔽了。就是说，被管着还不知道具体怎么被管的。对，第三是个性化。泰勒制追求的是一刀切的标准化，对所有工人都用一样的流程和标准，而算法管理呢，则能够实现高度动态化和个性化的控制。算法系统会一直收集和分析每个劳动者的海量数据，你的历史接单记录、常去哪儿、开多快、顾客评分对不同奖励反应怎么样等等。基于这些数据，算法可以为每个劳动者量身定制不同的管理策略，给你派什么样的单儿，定什么样的价，用什么样的奖励来推你干活，甚至它能推算出你的心理底价，然后就照着这个来给你定价，实现平台利益最大化。这种千人千面的精微管控是传统管理方式想都不敢想的。规模大、不透明还个性化，这3点确实让算法管理听起来非常强大。那么具体到操作层面，算法是通过哪些手段来实施这种控制的呢？来源里提到了定价和工资，这肯定是劳动者最直接感受到的地方。算法是怎么在这方面施加影响的？定价和工资确实是算法控制最核心，也是最能体现它力量的地方。来源，特别是来源17和10，揭示了平台常用的几种策略。一种是动态定价和动态抽成。表面上，平台可能说它收固定的佣金比例，比如20%或者25%，但研究发现，远不是这样。平台可以通过调整算法，在劳动者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地提高实际的抽成率，就是平台从每一单的总金额里实际拿走多少比例。有研究发现，像英国的 Uber， 平均抽成率已经从早先说的20%到25%，慢慢涨到了快29% 了。而且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高峰时段或者价值比较高的长途订单，平台的实际抽成比例甚至能超过50%。这意味着劳动者辛辛苦苦跑一单，可能1半多的钱都被平台通过不透明的算法拿走了。超过1半，这太夸张了吧？对，另一种策略在中国市场特别常见，叫一口价或者打包价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平台直接给网约车司机推送一个订单的总价，不是像以前那样按里程和时间算钱。这个一口价通常定的比较低，尤其是在非高峰或者竞争很激烈的地方。司机如果觉得这价钱不划算，可以不接。但问题是，算法会记着你的拒单行为。如果你拒单率太高，系统就会觉得你不合作，然后就明显减少给你的派单量。这就形成了一种隐性的胁迫。为了维持稳定的收入来源，很多司机不得不被迫接受那些利润很薄，甚至可能亏本，算上油费、车子损耗的一口价订单。等于说，要么接受低价，要么就没单，是吧？基本就是这样。这2种策略的本质是什么呢？来源指出，这实际上就是利用平台掌握的绝对信息优势和数据分析能力，来进行算法层面的工资歧视。平台通过分析你的行为数据，能够精准地判断出你的痛点在哪，你的底线在哪，你大概能接受的最低收入水平是多少。然后他就利用算法卡着这条线来给你派单和定价，用最低的成本换你的时间和劳动，从而最大化平台的利润空间。听起来真是把数据和算法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除了直接控制收入，来源还提到了游戏化设计。这听起来好像轻松有趣一些，难道不是让工作变得更像玩游戏，提高参与感吗？表面上看，游戏化的元素，比如冲单奖励啊、新人挑战赛啊、排榜啊、等级勋章这些，确实给那种单调、重复，有时甚至很苦的零工劳动披上了一层看起来有趣，甚至可能让人上瘾的外衣。很多劳动者也确实会被这些及时的奖励和虚拟的成就感吸引，但是呢，圆圆提醒我们要更深的去看这种游戏化，
它本质上是一种更隐蔽、更精巧的控制手段。平台的设计者用了大量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助推技巧。这些游戏化机制的核心目的，不是真为了让劳动者玩得开心，而是为了引导和塑造劳动者的行为，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按照平台的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最佳利益去工作。哦，怎么说？比如，高峰时段冲单奖会激励你在本来该休息或者陪家人的晚饭时间上线接单；恶劣天气补贴会让你冒着更大的风险出门工作。排榜和等级系统呢，就利用了人的竞争心理和对社会认同的需求，让你为了保住排名或者提升等级，投入更长的工作时间，或者接受一些其实不划算的订单。这就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游戏，规则平台定，奖励平台发，最终目的是确保平台在任何时候都有足够有便宜的劳动力供给。劳动者看起来在玩游戏，实际上却可能是在被游戏化的机制操控着，付出了更多的时间、精力，甚至健康，而最终的赢家几乎永远是平台。原来游戏化的背后是这样的逻辑。那我们平时用 App 时，经常会遇到的顾客评分系统呢？我们随手打个分儿，评价一下服务，这个对劳动者来说影响真的很大吗？它在整个控制体系里扮演了什么角色？顾客评分系统的作用可能比我们大多数人想的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远远指出，它绝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服务质量反馈渠道，而是一种核心的、高效的，而且成本很低的技术规范控制机制。技术规范控制听起来有点专业。说白了就是因为持续的低评分，甚至哪怕只是收到几个特别差的差评，都可能给劳动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轻一点的，导致他们接到的订单数量明显减少，因为算法会优先派单给分数高的人，收入大减；重一点的，可能被平台永久性的停用账号，就是封号，彻底丢掉这份赖为生的工作。平台的规则通常对此有明确或者不明确的规定。这种强大的惩罚机制，就逼得劳动者必须投入大量的情绪劳动。情绪劳动。对，情绪劳动这个概念是指，除了完成本职工作，比如把外卖送到、把乘客送到目的地之外，劳动者还需要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表达，表现出符合平台和顾客期望的，通常是积极友好的态度。他们得时刻保持微笑，对顾客的要求，哪怕有时不合理，也得尽量满足，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可能让顾客不满的行为或者话。这一切努力，核心目的就是为了保住一个好评分，保住自己的饭碗。就是说，不仅要干活，还得伺候好顾客的情绪。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个机制设计得非常巧妙。你想，在传统的公司里，监督员工、考核绩效是需要很高管理成本的，比如得设主管岗位、搞培训、搞好流程。而平台通过顾客评分系统，相当于把一部分重要的管理监督职能成功的外包给了数以百万计的匿名的、几乎是免费的消费者。消费者在不经意间就成了平台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参与到了对劳动者的控制中。这让劳动者承受着来自平台算法、派单、定价和顾客评价、评分投诉的双重监控和巨大压力。把管理外包给消费者，这个设计确实很高明，但也让人觉得有点细思极恐。来源里还用了一个劳动过程理论的视角，把我们手机里的 App 比作一个数字化的生产点，这该怎么理解？听起来像是把整个城市都变成了工厂。是的。来源借鉴了经典的劳动过程理论的分析框架，来理解 App 在平台劳动里的核心作用。你可以这么想，对于一个外卖骑手或者网约车司机来说，登录 App 这个动作，就跟以前工厂工人走进工厂大门打卡上班一样。从他登录的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放到了平台的管理权威之下，进入了一个由平台定义的数字生产空间。数字生产空间。对。在这个数字生产空间里，平台通过 App 里的算法系统，全面系统地行使传统老板的管理权利，分配任务，算法决定给你派什么单，去哪儿，什么时间完成。
实时观察劳动过程，通过 GPS 一直追踪你的位置、速度、路线、任务用了多长时间，确保你按指令执行。控制劳动节奏，通过预计送达时间、高峰奖励这些机制，间接控制你的工作强度。评估劳动结果，通过顾客评分、完成率这些数据，对你的工作表现进行量化评估。控制报酬协算，根据算法记录的完成情况和定价规则，自动算钱发钱。哇，这么说来 ，App 简直就是个遥控器加监工。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来源认为，平台通过 App 这个看起来只是个工具的软件，实际上是建立起了一套封闭的数字化的管理体系。它成功地把原来发生在开放的社会空间里相对松散和自由的劳动关系，比如说以前在路边招手打出租车，或者小餐馆自己雇人送外卖，强行圈进到了由平台自己设计、拥有和完全控制的数字基础之内，并且在这个封闭的数字空间里，平台对这种劳动关系进行了彻底的管理化改造，让它完全服务于资本积累和时间套利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 ，App 确实成了新的生产点，而算法就是那个无处不在的工头。把 App 看作新的生产点，算法看作工头，这个视角很颠覆。但这种无处不在、精密的控制，听起来压力山大啊。来源里提到了技术压力，这会对劳动者产生什么具体影响？它完全是负面的吗？技术压力是理解算法管理对劳动者影响的一个核心概念。来源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发现，算法控制带来的技术压力其实是一把非常典型的双刃剑，它的影响是复杂而且矛盾的。哦，有好的一面吗？一方面，算法系统确实也能带来一些潜在的积极影响，比如它提供清晰的任务指令，去哪儿取餐，送哪儿去，实时脑导，还有完成任务后的及时反馈，收入增加，评分提高，确实能给劳动者提供一种按部就班、目标明确的工作路径。对于部分劳动者来说，尤其是那些喜欢清晰指引、不喜欢模糊性的个体，这种来自基础的压力，甚至可能被感觉是一种积极的挑战性技术员。他们可能觉得工作有目标感、有掌控感，按指令完成就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看起来客观、基于数据的管理方式，会让他们觉得比面对人为主管的随意性更公平，从而提升了对程序公正性的感觉。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劳动者对平台表现出一种又爱又恨的态度。这个可以理解，有明确规则总比没规则好。遇到的负面压力，来源把它们归纳成几类主要的威胁性技术压力源，比如持续监控，无时无刻被追踪位置、速度、online 状态，让人感觉没了隐私和自由，时刻在被监视，很焦虑。任务过载，高峰时段订单可能像潮水一样涌来，算法不停地推新任务，让人疲于奔命，身心俱疲。工作不确定性，收入完全看算法派单，波动特别大，对未来没个稳定预期。同时，差评、投诉，甚至算法的调整，都可能导致封号，随时可能失业。还有自主权剥夺，工作的时间、地点、节奏、方式，甚至怎么跟客户说话，都受到算法和评分系统的严格限制，几乎没啥自己做主的空间。这些听起来确实压力很大。对，这些威胁性技术压力源是导致平台劳动者普遍感到高度焦虑、精神倦怠、抑郁甚至绝望等负面心理后果的主要原因。所以，总的来看，尽管算法管理可能带来一些结构化的便利，但它那些威胁性压力源造成的负面影响，往往远远超过它的积极作用。平台系统运转的越是高效，越是智能，它背后往往是以牺牲时间佃农的身心福祉为代价的。这就像一笔看不见的健康债务，虽然没记在平台的账本上，却需要劳动者个体用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来慢慢还。健康债务，这个说法很沉重。聊了这么多关于机制、算法和压力的分析，我们现在把目光聚焦到来源所说的时间佃农，也就是那些外卖骑手、网游车司机们身上，他们的真实生活体验究竟是怎样的？仅仅用辛苦两个字儿，恐怕难以完全概括吧。
时间被碎片化，听起来就让人觉得生活失去了连续性。辛苦确实远远不够。来源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相当灰暗，甚至让人不安的图景。这些时间佃农的日常生活被时间的碎片化彻底的重新定义了。他们的一天，甚至一周、一个月，都不是一个连贯的能预期的整体。相反，它是由无数个短的按需分配的零工任务，比如送一袋外卖、跑一趟网约车和大量没有报酬的等待时间，在街边等单，在餐厅等饭，在小区门口等客人随机拼起来的。这种工作模式直接导致了他们收入的极端不稳定性。收入很不稳定，具体有多稳定？大量的实证研究和调查报告都证实了这一点。在扣掉所有必要的运营成本，比如车子折旧、油费、电费、保险费、维修费、手机话费，还有平台抽走的高额佣金，许多全职干平台零工的劳动者，他们的小时工资常常远低于当地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更糟的是，他们的收入还会因为各种控制不了的因素剧烈波动。市场需求的淡旺季，突然来的坏天气，平台算法规则老变，甚至仅仅是运气不好，接不到单儿等等。生活就像坐过山车，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焦虑感。天哪，这听起来生存压力太大了。是的，来源引用了一位劳动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真实感受。他以前生活还不错，后来因为变故不得不开网约车谋生。他的文字充满了绝望和无助，读着让人心碎。他说，我感觉自己仿佛已经不复存在了。有些日子，即使车里坐着乘客，我也会忍不住哭泣。我正在为了争一点残羹剩饭而不断损耗我的车，每个月都离拖欠房租或者还不上车贷更进一步。每一天，我都活在恐惧、疲惫和沮丧之中。这种描述虽然是个人的声音，但来源川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间佃农这个群体普遍的生存困境和心理状态。这种描述确实非常触动人心，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平台在做宣传的时候，总是会特别强调工作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啊。比如广告里老说做自己的老板，自由安排时间，想干就干，想歇就歇。这些说法听起来不是很吸引人吗？难道这完全是假的吗？这正是来源着力批判的一个核心点。来源不否认，对某些人来说，比如只是偶尔想赚点外快的兼职人员，或者技能水平比较高、议价能力比较强的专业人士，像高端家教、设计师这种，平台模式可能确实能提供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是来源强调，对于那些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平台收入，把这个当成主要甚至唯一生计来源的全职低技能零工劳动者来说，平台宣传的这种灵活性和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幻象，或者说是一个被精心包装的神话。为什么说是幻象呢？因为现实很残酷。为了赚到足够维持基本生活，比如房租、吃饭、养家糊口的钱，这些劳动者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真正的选择空间。他们必须积极地响应平台的算法极力极致，比如在订单最多但可能也最辛苦、最危险的高峰时段或者恶劣天气里上线工作，因为那时候单价或者奖励更高。他们也必须尽量避免触发平台的惩罚机制，比如不能随便拒单，不然接单率下降会直接影响后面的收入。就是说，为了挣钱，还是得听平台的。对。这种为了生计而不得不服从算法指令，投入大量非自愿工作时间的现象，来源把它精准地称为去灵活性化。名义上，你当然有随时点下线按钮的自由，但是用这种自由的代价是什么？是你的收入立刻大减，甚至可能让你下个月交不起账单。所以，对于这个庞大的时间佃农群体来说，所谓的灵活性往往只停留在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在维其生存的巨大现实压力面前，这种可能性根本很难真正实现。你感觉自己是在自由选择，但实际上，你更像是在被算法的胡萝卜加大棒以及迫切的生计需求推着不停地往前跑。去灵活性化这个词揭示了所谓自由选择背后的无奈。听起来，这种无处不在的算法支配和巨大的生计压力，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吧？
刚才那位司机的描述已经让人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了。来源材料里有更多关于这方面的证据吗？影响是全方位而且毁灭性的。来源材料从心理和生理两个层面都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和案例。心理层面，普遍报告的情况包括高强度的压力、持续的时间压力、收入焦虑、对差评和出事故的恐惧，让神经时刻绷着；广泛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工作的无意义感、社会地位边缘化，容易导致负面情绪堆积；被剥夺感和非人化感，感觉自己不再被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对待，而只是算法系统里的一个数据点，一个可以替换的零件。跟算法这种非人力量打交道，让人感到无助、沮丧，甚至失去尊严。一位外卖骑手就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说自己感觉像是被算法追着跑，完全失去了对生活节奏的控制感，时刻都很焦虑。这种持续的心理重压，让工作本身变成了一种精神折磨。精神折磨，这太可怕了。那身体上呢？生理层面影响同样显著而且直接。交通安全风险，这是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群体最担心的问题。为了抢时间多接单，避免超时罚款，他们常常被迫采取危险的驾驶行为，比如超速逆行、闯黄灯、开车的时候用手机看订单信息等等。这直接导致了非常高的事故发生率，人身安全时刻受到威胁。慢性身体疾病、长时间的工作、不规律的作息和吃饭，还有工作本身的体力负荷，导致了各种慢性病普遍发生。比如网约车司机长时间坐着，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前列腺炎什么的。外卖骑手呢，因为长时间跑来跑去，背着重东西、爬楼梯，容易出现关节劳损、肌肉拉伤、胃壁等等。可以说，身体的损耗是他们为了支撑起整个时间透力系统付出的最直接、最沉重的代价。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摧残，这幅画面确实令人担忧。来源材料里好像还用了一个表格，非常直观地对比了平台通常对外的承诺和劳动者实际经历的现实。也许我们可以挑几个重点看一下，这种反差可能更有冲击力。对，那个表格确实是个很好的总结，它系统性地揭示了平台精心构建的宣传话语和劳动者实际生存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比如，承诺说做你自己的老板，现实是无处不在的算法控制，你根本不是老板，算法才是那个看不见的控制一切的老板。这个反差很大。承诺说灵活的时间安排，现实是去灵活性化。为了生计，你必须在平台需要你的时候工作，实际能自己支配的时间非常有限，还是得围着平台转。承诺说无限的收入潜力，现实是不稳定且可能低于最低工资的收入。扣掉所有成本后，高收入只是极少数幸运儿的神话，大多数人收入微薄而且波动巨大。听起来很诱人，实际很难。承诺说提供各种福利或支持，比如有些来源提到抽量租赁优惠、保险折扣什么的。现实是，这些往往只是把运营成本包装成福利转嫁给劳动者，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由老板承担的有保障性质的社保或福利。他们更像是平台为了维持劳动力供给给的一些小恩小惠，并不能改变劳动者自己承担风险的本质。这个对比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时间套利模式下语言和现实可以被扭曲到什么程度。确实如此。好了，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探讨了时间佃农的处境和他们承受的代价。现在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看时间鸿沟的另一端，也就是来源说的时间领主。这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这些日常享受着即时外卖、一键打车这些便利服务的消费者。我们看起来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但来源认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正在被悄悄地塑造着。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是来源材料的深刻之处。他指出，这些按需服务平台的作用，绝不仅仅是被动地满足社会上已经存在的对速度和便利的需求，更进一步，他们还在主动地、持续地塑造和强化着这种需求，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心理预期和社会文化。主动塑造需求，怎么理解？
来源把它形象地称为一种弥漫在日常生活中的奈飞效应。你想想我们现在看奈飞或者其他视频平台的习惯，随时随地打开 App， 立刻就能看想看的剧，而且可以一口气刷完，不用等电视台播。这种及时获取无缝连接的体验，正在被平台经济推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开始期望吃饭、购物、出行、获取信息，甚至完成工作任务，都应该能像看奈飞一样，实现这种按需即起、立刻满足的体验。确实有这种感觉，等不了了。对，这种对即时性的普遍期待，正在悄悄侵蚀着我们社会中一种可能越来越稀缺的品质——耐心。在被便利文化主导的环境中，等待本身逐渐不再被看作生活中一个正常甚至有时是必要的部分，比如等饭做好、等公交车、等思考成熟，而被重新定义为一种让人烦躁、难以忍受的摩擦。我们越来越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延迟或者阻碍。一旦起始满足的预期落空，比如外卖稍微晚了几分钟，或者网约车要多等一会儿，我们就更容易感到沮丧、焦虑，甚至对服务提供者，比如骑手或者客服，产生愤怒情绪。我们的时间阈值好像在不断降低。奈飞效应侵蚀耐心，这个观察很敏锐。我们确实越来越习惯于通过各种 App 将生活中那些我们觉得麻烦或者耗时的摩擦给外包出去。比如不想做饭了点外卖，不想跑腿购物了用生鲜电商或者跑腿服务，不想自己开车或者挤公交了就打网约车。这种摩擦外包的行为，除了让我们省时省力之外，来源认为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后果吗？来源指出了两个值得我们警惕的深层后果。第一，可能是基础生活技能的逐渐退化。当你越来越依赖外部服务来解决日常问题时，你自己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就可能跟着萎缩。比如，长期靠外卖，你可能不光懒得做饭，甚至基本的做饭技能都生疏了。老用导航 App， 你可能对周边的环境方向感变得越来越差，失去了独立规划路线的能力。习惯了又有问题就找上门服务，一些简单的家电维修或者家里的小修小补技能也可能慢慢没了。这种技能外包，短期看是方便，长期看可能会降低我们独立生活和应对意外情况的能力。好像确实是这样，很多事儿都懒得自己弄了。第二，是对平台基础设施日益加深的依赖。当我们的日常生活运转越来越嵌入到这些平台提供的服务网络里时，我们就越发离不开它们了。这种依赖不仅仅是行为习惯上的没它不行了，更可能是心理层面上的。我们可能会逐渐失去独立面对和处理生活中各种不确定性、延迟和摩擦的能力和意愿。一旦离开了这些平台的拐杖，我们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甚至产生焦虑感。这种深度依赖也进一步巩固了平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议价能力。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用自己的生活主权换了眼前的便利。技能退化和深度依赖这两个后果确实值得我们反思。来源里还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甚至有点令人安补的概念，叫做被麻醉的现实。这具体是指什么？难道我们看到的便利景象是假的吗？这个概念并不是说便利本身是假的，而是指我们做了时间领主，通过 App 的界面感知到的那个劳动过程，跟时间佃农实际经历的劳动过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 App 的设计在里面起到了麻醉和净化的作用。麻醉和净化？对，你想想我们手机 App 上的用户界面，通常都设计的特别简洁、流畅，甚至带点游戏化的元素。比如地图上那个代表外卖员或者司机的小图标，它在平稳的，好像毫不费力的向你移动。那个不断更新的预计送达时间进度条，给你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确定感。这些界面元素为我们这些屏幕另一端的消费者呈现了一个被高度净化、被美化，甚至是被游戏化的劳动过程版本。它巧妙地将时间佃农在实践世界中那个往往是混乱的、充满压力的、伴随着体力消耗甚至人身风险的真实劳动过程，抽象成了一串干净、有序、看起来毫不费力的数据流。这种设计就在无形中在时间领主和时间佃农之间制造了一道深刻的社会鸿沟和共情鸿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他们背后的辛苦。是的，
我们作为时间领主，生活在一个指令可以被及时满足、过程似乎顺滑无痛的世界里，这使得我们与实现这种便利所必须的他人的艰辛劳动，比如骑手在坏天气里奔波、司机长时间开车的疲惫，完全隔绝开来。我们看不到他们等单的焦虑、超时的恐惧、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狼狈。这种劳动过程的不可见性，极大地阻碍了我们去理解、去共情，甚至去思考我们跟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团结的可能性。它让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便利，而无需甚至不愿意去了解便利背后的真实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现实感知在某种程度上是被 App 界面给麻醉了。一个阶层的便利，恰恰是建立在对另一个阶层生存状态的系统性忽视和麻醉之上。被麻醉的现实，这个概念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能很难真正体会到另一群人的辛苦。这种便利文化除了影响个体心理和机能，来源还从更宏观的视角，比如社会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它对我们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对，来源确实把分析的视野提升到了社会整体和未来的层面，指出了便利文化可能带来的更深远、更宏观的影响，尤其是在实际时在发展和社会价值观这两个维度上。首先，在实际时发展层面，来源指出，便利文化的核心是优先满足速度、便捷和及时满足感。这种价值取向在实践中天然地就偏好那些能够快速实现便利，但可能对环境不太好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比如，为了追求外卖的送餐速度和食品的新鲜感，大量使用一次性餐具和过度包装成了常态，产生了巨大的塑料垃圾。为了把一份餐或一件商品尽快送到单个消费者手上，往往需要一辆超货摩托车专门跑一趟，而不是像传统物流那样可以集中送。这导致了低效、高能耗的物流方式，加剧了交通拥堵和碳排放。对及时获得的追求，也可能助长了冲动消费和快时尚文化，鼓励人们买并真正需要的东西，造成资源浪费。因此，来源认为，这种以牺牲长远的环境考量来换取眼前便利的模式，跟全球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深刻的冲突。为了快，牺牲了环保，那对价值观上有什么影响呢？其次，在社会价值观层面，来源借鉴了社会心理学的价值理论来进行分析。这个理论区分了不同的基本人类价值。来源认为，便利文化特别倾向于强化所谓的自我提升类型的价值，这包括享乐主义，追求快乐和感官满足，及时满足就是一种典型的享乐体验；成就，追求个人成功和效率，省时间、高效生活被看作一种成就；权力，追求社会地位和对他人的支配，能支配别人的时间为自己服务，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权力感。强调个人效率和享受。对，同时支持这种文化可能会抑制那些对于社会长远福祉、集体利益和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自我超越类型的价值。这包括普世主义，关心所有人和自然的福祉，理解、欣赏和保护环境；仁爱，关心自己身边的人，比如家人、朋友的福祉，愿意为别人付出。为什么会抑制这些呢？因为追求及时便利，往往意味着把个人的眼前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而可持续发展需要的耐心、审慎、长远考虑，还有对他人，包括下一代和环境的关怀，恰恰是自我超越价值观的核心体现。当整个社会越来越推崇快和爽的时候，那些需要我们慢下来、克制欲望、顾及他人和未来的价值观，就可能被边缘化了。所以，来源的结论是，平台经济助推的这种便利文化，不光在经济上制造了时间领主和时间佃农的分化，更可能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把我们社会里最有特权的那部分用户的日常生活方式，跟某种程度上不可持续，甚至有损集体福祉的价值观深度绑定了。这可能在悄无声息地加剧着潜在的社会矛盾和生态危机。好的，经过我们刚才这么长时间多角度的深入探讨，我想您手上的这些来源材料共同向我们揭示的途径已经相当清晰和系统了。如果要做一个总结，他们的核心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
即时满足不是一项纯粹的技术进步带来的普惠红利，而是时间套利这种特定经济模式呈现出来的文化表象。便利的背后藏着深刻的权力关系和价值转移。第二，时间套利的本质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权力关系，一方也就是时间领主获得的时间盈余，他们通过买便利服务省下的时间精力和避免的摩擦，是直接从另一方时间佃农的时间赤字中榨出来的。这个时间赤字表现为他们被碎片化、被低价出售、充满不确定性和高压力的生命时间。第三，这种模式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在同一个物理城市空间内，比如北京、上海或者任何一个我们生活的大都市，实际上创造了两个平行的时间质感完全不同，甚至彼此隔绝、难以相互理解的时间宇宙。一个是属于时间领主的宇宙，在这里，时间好像可以被压缩、被加速、被控制，生活是流畅的、无缝衔接的，似乎一切尽在指尖掌控。另一个是属于时间电能的宇宙，在这里，时间是停滞的、碎片化的，充满交易等待的，生活永远在不确定中追逐下一个算法指令，身心被不断消耗。最后，来源把这种现象提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理论层面进行批判。他们认为这是资本逻辑在时间这个或许是人类存在最根本也是最后的维度上所进行的最为彻底的一次殖民。平台经济成功地将我们生命中那些本该是连续的、有机的、充满个人意义的分钟和小时，转化成了一种可分割、可量化、可交易、可从中稳定获利的金融化商品。这已经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对劳动的剥削，而深入到了对生命本身的剥削。两个平行的时间宇宙对生命本身的剥削，这些结论确实非常深刻，也让人警醒。那么面对这样一种来源所描述的对我们时间的全面殖民，我们难道只能被动接受吗？来源材料中是否也谈到了可能的出路？他们提出了夺回时间主权的挑战，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宏大而且艰巨的任务。具体有哪些可能的路径被提及了呢？的确，挑战是巨大的，因为它触及了我们当前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但来源材料没有停在批判这儿，他们也确实探讨和展望了一些可能的应对策略和改革方向。虽然没有一个简单的万能药，但综合来看，主要可以归纳为3个层面的努力。这些努力的目标都是试图限制时间套利的负面影响，并且探索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替代方案。第一个层面是强化监管，这是最直接也最常被讨论的路子。政府和监管机构可以扮演关键的角色，通过制定和执行更严谨的规则来约束平台的行为。具体措施可能包括设定抽成上限，明确规定平台从每笔交易里抽佣金的比例不能超过一个合理的上限，防止平台利用信息优势过度压榨劳动者收入。我们看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地方监管部门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和探索了。限制平台的利润空间，明确劳动者法律地位，这是核心问题之一，需要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平台零工劳动者到底应该算传统的雇员，还是独立承包商，或者是不是需要创造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适应平台经济特点的新的法律分类。不管用哪种方式，目标都应该是确保他们能享有最基本的劳动保障，比如最低工资保障、工伤保险、合理的休息权、集体谈判权等等，而不是把所有风险都转嫁给个人。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身份和保障。加强算法透明度和问责制，推动平台公开它核心算法，比如派单、定价、评分算法的基本逻辑和规则，建立独立的审查和申诉机制，让劳动者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有据有处说理，让算法不再是黑箱。第二个层面是劳动者组织化。平台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通过算法和独立承包商的身份设定，把劳动者高度原子化和分散化，让他们互相隔离，很难形成集体力量来对抗强大的平台。因此，对抗这种原子化状态的关键，就在于劳动者重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嘛。也需要探索新型劳动者组织，考虑到平台劳动的跨地域、灵性这些特点，比如建立线上的劳动者互助群、维权网络、行业协会，或者利用数字工具进行协调和集体行动。目标不管是哪种形式，
组织起来的核心目的都是为了增强劳动者的集体议价能力，能够跟平台进行相对平等的对话和博弈，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收入水平，维护自身权益。第三个层面，也是可能更具根本性变革意义的一个方向，是探索和发展替代性的商业模式。来源特别提到了发展平台合作社的理念。平台合作社，这是什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它旨在利用平台技术本身带来的高效连接和匹配能力，但把它所有权和治理权还给真正创造价值的劳动者或用户自己。在一个平台合作社里，劳动者不光是打工的，他们同时也是平台的共同所有者和决策者。平台赚的钱将按照民主协商的规则，在劳动者成员之间分配，或者用来改善社区服务，而不是被少数外部的资本所有者或平台公司拿走。这种模式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平台经济里的生产关系和价值分配格局，打破时间套利的剥削逻辑，实现技术民主化和价值共享。虽然现在规模还不大，但全球范围已经出现了一些平台合作社的实践案例，被认为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有希望的方向。强化监管、劳动者组织化、探索平台合作社，听起来这些路径都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而且是一个长期而且复杂的过程。但至少他们指明了改变的可能性。那么，经过今天这一番深入的探讨，我想最后留给你的一个核心问题，可能就是我们并非要全盘否定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本身，毕竟谁不希望生活能更轻松、更高效一点呢？但关键在于，这些来源促使我们每一个人去反思，我们当下所享受的这种触手可及的便利，它究竟是在何种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它的代价是什么？是以谁的时间、谁的尊严、谁的健康，甚至是谁的未来为代价而获得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核心，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想说下一次即时服务时，或许都应该在心里问一下自己的问题。而在此基础上，如果允许我再延伸一步，提出一个可能超出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原料材料的具体范围，但又是由此密切引申出来的更具普遍性的思考，留给你，也留给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朋友，可以自行探索。在一个算法越来越能够精确地丈量、评估、预测，甚至售卖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时间，无论是作为劳动者还是消费者的未来世界里，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宏观的结构性的解决方案之外，作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是否有能力，又该如何做，才能够有意识地去维护、去捍卫，甚至去重塑我们对自己时间的自主权、掌控感和意义感？这或许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或社会问题，更是这个算法时代向我们每个人提出的一个深刻的关乎生存状态和生命质量的哲学问题。如何在一个被算法量化的世界里守护我们自己时间的价值和意义，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长久思考的问题。非常感谢你收听本次的深入探讨，和我们一起对时间、平台以及我们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进行了一次不那么平常的审视。期待下次再会，继续与你一同潜入知识的深海，挖掘更多有价值的洞见。